我即将主持一档无法实现的节目，节目要求带嬴政看一眼通达九州的高铁，带刘彻看一看距敌千里的国防，让杜甫亲见广沙万间，再告慰岳飞山河无恙，领着朱棣去看那星辰大海的征途。那画面光是想想就让人心潮澎湃，但碍于技术效果难以实现。就在此时，我觉醒了跨越古今系统。恭喜宿主激活跨越古今系统，您可以自由选择与历史人物当面交流，请选择您第一位要对话的历史人物。有了系统，我可以直接肉身穿越到过去，开启一场连接5000年的跨时空直播。我思索了很久，既然要为了华夏证明，第一位对话者必须能撑起这5000年的脊梁，要足够震撼。我决定第一个就从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开始。你好，江导。林涛，这么晚还在忙？江导，节目全权交给我，现在就能开播。现在？你疯了？我有信心。行，我信你这回。给你1小时试播，11点半准时开始。多谢江导。系统开始。对话古今，借前人之事，成后世之师。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对话古今。我是主持人林涛，今天我将带你们去对话一个备受争议的帝皇，他是奠定我华夏大一统的千古第一帝，他的名字叫嬴政。始皇37年，一统华夏的始皇帝嬴政病笃待世。他毕生所求的长生仙药终成幻梦，横扫6国的无上权威终究抵不过生死大限，他只能仓促拟就次公子扶苏的喜书，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秦帝国飘摇未卜的前路。你是谁？晚辈林涛，来自2000年后，见过始皇帝。2000年后？荒谬！那你倒是说说，2000年后大秦与现在有何不同？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扶持胡亥继位，大秦帝国仅存2世。恕此而敢！寡人立的是扶苏。真是后世之人。胡亥继位，那扶苏呢？公子扶苏为李斯与赵高设计谋害。来人，传寡人指令，立刻抓捕李斯、赵高。诺。你既来自后世，那你说说，后世如何评价寡人？后世有人言，始皇帝暴虐无常，苛政猛如虎，只顾修水利、修长城，不顾民生，焚书坑儒，是暴君，是暴虐无德的千古暴君。目光短浅，看来即便后世也不明白寡人的用意。若无长城，中原会陷入何种境地？边境的子民也是人呐，为他们莫说千秋骂名，万古谩骂，寡人也担得。也罢，世间无人知寡人。不，后世还有人言，始皇之功远大于过。当真？当真。晚辈看来，您在位37年，从未妄杀一位将军大臣。荆轲刺秦，您虽是秦军攻燕，却未图一城；您一统6国，却从未加害过一个王公大臣。后世之所以对始皇帝的记载多过而少功，不过是您推崇依法治国，引儒生不满，才留下恶名。因此，晚辈认为，始皇乃千古第一帝，功垂万世。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是后世14万万人的想法。14万万人，我华夏后世竟有14万万人！哈哈哈哈哈哈！如此，孤心甚慰。林涛，来与孤对饮，你我今日痛饮。会当痛饮。孤有几个问题，你得认真回答。陛下请。后世2000年，可有能让孤侧目之人？始皇这一问，是要与晚辈煮酒论英雄，论辩后世杰出英雄。没错，孤要与你论尽后世群英。既如此，那晚辈略举后世之事，由始皇判断。甚好。后世有一人可论英雄，他16岁从异族突厥手中擒王救驾，以5000骑兵斥退突厥10万大军。19岁，他跟随父亲起兵，辅佐其父亲建立大唐，并亲自领导了大唐一统天下的4大关键战役，逢战必身先士卒。其中虎牢关一战，他以数千唐军对战几10万敌军，一战擒双亡。28岁，其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登基。他登基后励精图治，3年内打败了当时陆地霸主东突厥，让周边一族都尊奉其为天可汗，建立天可汗制度，成为万王之王。此人可称英雄否？此事文韬武略不在孤下，但若他与孤同事，孤定能灭之。始皇何以灭之？光其弑兄杀弟便是极大弱点，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必将动摇民心，必然根基不稳。若在当时还有一强国以此为契机，只需在他政权未稳之时出一骑兵，定能让他大败。若他与朕生于同时代，朕为一统天下，必定会在这个时候出骑兵，兵临其国都之下，让其向我大秦俯首称臣。他若是不称，朕便灭其国都。到底是能够一统6国的帝王，他的策略协力可汗就做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渭水之盟的签订。故此人算不上英雄，不过他登基后能够打败那么多异族，使我华夏后世扬眉吐气，不失为明君。再举一例。那这第2位为后世明朝之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当政之时，明朝已立国近200年，积弊丛生，皇帝年幼，身居宫中，不理朝政，国库空虚，边防废弛，已是一派末世景象。张居正以帝师之尊，得太后授权，总揽朝政，以雷霆手段推行改革。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账土地，又统一杂税，折算成白银缴纳。为推行改革，他裁汰冗官，罢免庸官，不惜得罪整个官僚集团。在他当政的10年间，财政充盈，边境安定，硬是为风雨飘摇的大明续了数10年的命。此人可为英雄否？以人臣之身行邦国之政，其魄力其手段不输于秦之商鞅，其为国为民，让国家强盛，让府库充盈，便是大功于社稷。他有惊天伟地之才，有挽救危亡之功，虽手段酷烈，有权臣之实，但其功业足以彪炳史册，可谓枭雄，离英雄仅一步之遥。哎，裴姑再饮一杯。后世还有一帝，名为刘彻，
他南征百越，西征大渊，北破匈奴，是华夏第一个对外开疆拓土的皇帝。他让华夏从此与异族之间攻守一行。好一个攻守一行！华夏后世有此帝皇，岂能不强？此人可为英雄。再论，孤还想再听。那明太祖朱元璋如何？他出身贫寒，最落魄时以乞讨为生。起兵后横扫各路乱军，最后掀翻了在元人统治下的华夏政权。他建立了史上最充满骨气的一个朝代——大明。这个朝代，朝廷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守我华夏气节270余年。这位皇帝登基之后，杀尽功臣，跟随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将都极少有好下场，唯独爱民如子，视贪官如仇寇。他颁布了我华夏历史最有名的一部针对贪官的律法《大诰》，若地方有贪官者，百姓可手持大诰，绑缚贪官进京，沿途地方官若有阻拦者，灭族之。出身贫寒，却光复河山，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虽杀功臣，但也是为天下安定。此人可谓英雄也。继续，后世还有何等英豪？后世还有冠军侯霍去病，他自幼在军中长大，骑射娴熟，深受汉武帝喜爱。17岁首次出战，领800精锐骑兵随大军出征。然此子不甘随大部队前行，竟率着800轻骑孤军深入大漠数百里，寻觅战机。他精准找到了匈奴的营帐，发动突袭，斩杀2000敌军，全身而退。消息传回长安，武帝大喜，封其为冠军侯。19岁，武帝拜他为骠骑将军，命他独当一面。他率领汉军精锐横扫河西走廊，越过胭脂山，将匈奴打得溃不成军，为大汉彻底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6处不翻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战法摒弃常规，他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眼中只有匈奴的主力。漠北决战，他率5万骑兵孤军北进2000余里，跨过大漠，寻匈奴单于主力决战，最终大胜，封禅于狼居胥山，兵锋直抵瀚海，方才凯旋。自其后，封狼居胥成为无数华夏武将毕生追求的至高荣耀。汉武帝特意为其修建府邸，他却叩首谢绝，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言。好一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故修长城是为划定疆界，御敌于国门之外，此子更甚，竟直接将国门划我华夏的疆界，这才是真正的以攻为守，上上之策。17岁闻名，19岁定河西，20余岁便饮马瀚海，这是何等的少年义气，何等旷古烁今的功业！他打的不仅仅是战争，更是我华夏国威。有此子在，何愁胡虏不灭？何愁天下不定？可惜天妒英才，年仅24岁，这位战神便因病骤然离世。此人可称英雄否？可惜，若此子能长寿，我华夏北境何止100年无忧？此人乃真英雄也。后世如此多英雄豪杰，孤心甚慰。我还有疑问：华夏后世强盛否？自晚辈这一代起，再无外族敢欺凌我华夏儿女。如今华夏对外的态度只有一个。什么态度？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哈哈哈哈！好一个虽远必诛！哈哈哈哈！孤就喜欢这样的后世。
林涛，可否答应孤一件事？始皇请说。若有一日我华夏登临世界之巅，你再来一次，但是下次孤要你到孤年轻的时候，孤也就是老了，否则那些后世帝王，孤定要将他们全部比下。果然，还是那个好胜的始皇帝。还有，让孤与孝公对一次话。当然，如果你有这能力的话。好。将来华夏雄于世界，晚辈定去见年轻的始皇。哈哈哈！大丈夫一言九鼎，此剑名为天问，你带着他去，那个时候的孤会信你。晚辈谨遵此约，愿与始皇再会于华夏腾飞世界时。好一个再会于华夏腾飞世界时。你走吧，记得你的承诺。若是华夏后世有这般强盛，人人如龙，孤便认了秦二世之王这命。来人，追回寡人上一道命令，不得抓捕赵高与李斯。诺。孤以始皇之名，给边军最后一道命令：他日若秦国内部有乱，尔等不得挥师秦王，当勇士护我华夏边民，护我华夏边境，不得有误。这是孤最后能为华夏做的一件事，告诉后人，勿忘图强。对话古今先贤，品味华夏文明。今天我们看到了华夏龙魂，也看到了大秦之列。在此，我谨以此节目致敬先人，致敬所有为华夏梦而努力的人。林涛，快来顶层会议室，有领导等你。祖宗啊，快起床！你再不来，我就要被领导的眼神杀死了。江导，我马上到。师傅，麻烦再快点。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一群领导在找你，等了你2个多小时。你小子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我活着一大把年纪，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数据。林涛，你这次给了台里一个大惊喜，接下来有什么需求直接提，我们尽全力满足。第2期准备的是什么内容？第1期是要让所有人看一看奠定我华夏大一统的千古第一帝。接下来，我要对话另一个皇帝。哪一位？他的名字叫刘彻。汉武帝？没错，始皇帝开创了大一统，而汉武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将中华文化传扬世界。好，宣传我来负责。第2期的主题和播出时间是？时间就定在明早8点。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看我们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主持人丽娜。特别荣幸的请到了2位重量级嘉宾，首先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学者王教授。各位观众好，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互联网嘴替，永远站在吃瓜第一线的大学生代表小杰。相信最近大家的朋友圈、热搜榜都被一个名字刷屏了，他就是对话古今，那个现象级的直播间。对，今天我们大家将看一个最近很火的直播间——对话古今。王教授，您作为文化学者，怎么看待这个直播间突然爆火的现象？我觉得这并非偶然，他用一种非常现代、非常直接的方式，满足了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历史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他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创造了一种与历史平等对话的沉浸式体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新。王教授说到点子上了，感觉历史书里的人物都活过来了。我身边所有同学都在蹲这个直播，就想看主播超神。这次又会连接上哪一位古代名人？没错，一个能让小杰这样的年轻人疯狂追更，又能让王教授这样的权威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的直播间，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话不多说，现在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把信号切进去，和所有观众一起共同见证。来了来了！还没开始就80万在线了。台长，已经1000万了，就一个黑屏的直播间。丁，第一期人气值评 GS 系统升级，恭喜宿主获得双重时空开辟功能，恭喜宿主获得同历史时期跨越时间功能。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对话古今。他7岁被立为储君，16岁登基。在他之前，国家面对外敌，只能靠女人和亲来换取和平。他用一生的时间，将敌人的王庭扫荡一空。今夜对话古今第2期，带你们对话汉武大帝。是哪里来的方式？若是求不出长生药，便自己去领死吧。晚辈林涛，并非方士，亦无长生之药。晚辈来自2000多年后，特来拜见陛下。2000多年后，既无长生药，你来此作甚？看顾笑话吗？晚辈是来告诉陛下，虽然陛下未能长生，但陛下之国号却长生了。国号长生，朕的大汉亡了吗？汉虽亡，但汉字未亡。后世14亿人，皆自称为汉人。汉人，汉人，你是说朕的国号成了一个族群的名字？正是，千秋万代。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我们始终叫汉人。好一个汉人！不枉朕耗尽国力，打了这一辈子的仗。你既来自后世，可知朕如今为何烦恼？陛下是在为轮台罪己诏而烦忧。陛下觉得自己这一生穷兵黩武，导致户口减半，民生凋敝，是有罪之君。你当真来自后世？拿朕这罪己诏一发，后世是不是都骂朕是暴君，骂朕好大喜功？确有不少人如此评价，但陛下可知，正是您的对外征伐，才让汉这个字有了真正的分量。陛下且看，高祖王在白登山被匈奴重重围困，最终只能派人来送黄金银为免求亡。吕后接到匈奴单于充满羞辱的信件，愤怒之极，却只能回信卑辞讨好。一位位年轻的大汉公主穿着服装，哭泣着辞别家人故土，是为
和气。奇耻大辱！朕每每读到此处，恨不得生啖匈奴之肉。朕绝不允许朕的子民、朕的女人再受此等屈辱。所以，陛下选择了打。当然要打！寇可往，我亦可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随我杀！去病！是朕的冠军侯，是朕这辈子最锋利的一把剑。元纪4年，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瀚海，他将匈奴打得远遁漠北，甚至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今日，我大汉霍去病封狼居胥，自此之后，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我乃大汉使节。因为陛下打赢了，所以汉朝的使臣在西域可以行使国王的权利。大汉天威，小王拜服。因为陛下打赢了，陈汤才敢说出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好，说得好。陛下，您当年的穷兵黩武确实让百姓受苦了，但您打出了未来2000年的生存空间，您打出了一个民族挺直腰板的尊严，这罪我不认，后世也不认。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啊！有你这句话，朕发那罪起诏，心里便好受多了。只要后世不怪朕，朕背着骂名又何妨？林涛，谢谢你，朕的心结解开了。朕还要为这大汉，为这后世再做最后一点事。陛下想做什么？朕要给后世留下一个休养生息的大汉。朕要把朕打下来的江山稳稳地交到后人手中。朕问你，你可知道我大汉的汉字从何而来？世人皆道汉家天下起，先帝受封汉中王，便以汉为国号，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诗经有言，为天有汉，汉者银河也，是横亘九天，普照寰宇的天汉。你既来自后世，后世可曾征服着星空？当然，陛下，我们不仅征服了大地，更走向了星空。这是我们的人造星辰，名字叫天宫。这个叫嫦娥，我们导航的系统叫北斗。天宫、嫦娥、北斗，好啊，还是朕熟悉的那些名字。看来后世从未忘记过老祖宗的东西。林涛，这一杯朕敬后世，敬后世之强盛，敬后世之不忘本。晚辈敬陛下，敬陛下之雄才大略，敬陛下打出了我们的民族之魂。你该走了吧？是的，时间到了。这玉佩随朕见证了卫青北击龙城，也见证了去病封狼居胥。你把他带回去，告诉后世子孙，只要他们还叫一声汉人，朕就在天上看着他们。若有外敌敢犯，便给朕狠狠的打，打出个朗朗乾坤，打出个万世太平。寇可往，我负一往。晚辈谨记陛下教诲，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恭送汉武大帝。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涛神，下一期能不能稳一点？我心脏受不了。恭喜宿主完成第2期直播，评级 SSS， 获得奖励初级身体强化药剂、历史古物鉴赏能力。台长，数据出来了，实时在线峰值突破5000万，全网热度第一。更恐怖的是，海外频道的收视率也炸了。好一个寇可往，我亦可往。林涛这小子
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都给喊出来了。网友们都说，下一期想看朱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才是最有骨气的朝代。林涛，现在不仅是国内，海外华人圈也炸了，他们希望能看到展现中华海洋文明的一期。海洋文明，那非大明莫属了。但是朱棣这个人物争议不小啊。正因为有争议，才更值得对话。他一生都在证明自己，修书、建都、下西洋、五征漠北，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告诉世人，他比建文帝更适合做这个皇帝。下一期，我们就去见证这份证明。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对话古今。今天我们要对话的这位皇帝，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帝王之一。他一生5次亲征漠北，死在了马背之上。他派出的船队曾称霸海洋，他也是唯一一个以藩王身份攻破大明京师，夺取皇位的逆子。有人叫他永乐大帝，也有人叫他阉贼。今天，让我们穿越600年风云，去见一见那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朱棣。明建文4年，燕王朱棣靖难起兵，率军攻破大明京师，建文朝顷刻覆灭。谁？是建文的死士，还是方孝孺的门生？这开场比秦始皇那次还压抑啊！妖术，你是人是鬼？你是来向朕索命的吗？是大哥派你来的，还是父皇？晚辈林涛来自600年后，拜见大明皇帝。600年后，你叫朕皇帝？如今这满城的读书人都在骂朕是反贼，是篡逆。你既来自后世，告诉朕后世如何骂朕。既是陛下想听，晚辈便直言。后世史书载，燕王朱棣举兵靖难，攻破京师，疏夺职位，得位不正。更有甚者，称陛下为暴君屠夫。方孝孺一案，陛下诛方孝孺始祖，杀戮过甚，有干天和。够了！够了！我就知道那帮笔杆子不会放过朕，得位不正，暴君，他们只看朕夺了位。可他们看到建文把朕逼成什么样了吗？建文那是削藩吗？那是杀人！周王、代王、齐王、糜王，一个个被废为庶人，流放燕郑之地。襄王败，那是朕的12弟呀！驾！他才20几岁，为了不受辱，全家自焚。下一个就是朕，就是朕的一家老小。朕若不反，今日这废墟里烧焦的尸体就是朕。所以陛下认为，靖难之役实属自保。不仅是自保，更是为了这大明江山。建文软弱无能，
重新皇子称齐太只等纸上谈兵之辈。北元鞑靼在长城外虎视眈眈，若是江山交到他们手里，不用10年，父皇打下的基业就得送人。这皇位唯有朕做，大明才能安。朱棣说的也有道理啊，建文确实太狠了，但他对他的真皇后徐氏倒是一往情深。皇家无亲情，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陛下说为了大明江山晚辈信，因为陛下做出了一个历代大一统皇帝都不敢做的决定。何事？迁都。陛下要将大明的京师从富庶的江南搬到苦寒的北平，搬到战争的最前线。此事我早有想法。江南虽好，但那是温柔乡，是萧金窟，住在这里久了，骨头就酥了。大明的威胁在北方，在草原。朕要把龙椅搬到长城脚下，朕要看着漠北的狼烟吃饭睡觉。这在后世我们叫天子守国门。陛下此举绝了后世子孙偏安一隅的念头。只要大明皇帝还在北京，大明的脊梁就不会断。没错，天子就该守国门。若有外敌来犯，无需调兵。我大明的皇帝就是第一道防线。陛下，想看看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北京城，在600年后是什么样子吗？600年后竟还在吗？不仅在，而且它依然是华夏的心脏。这就是朕的北京城，这宫殿比朕想的还要壮观。那些高耸入云的楼宇，竟比皇宫还高。陛下，这就是600年后的北京。您建立的紫禁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群建筑，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瞻仰您的功绩，感叹大明的威仪。您的决定影响了华夏600年。好，朕没白折腾，朕没白嘛。只要这城还在，朕就算背负千古骂名又何妨？陛下虽然马上得天下，杀伐果断，但您做的另一件事，却造福了天下文人。朕虽是一介武夫，却也知道，马上能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陛下下令编纂《永乐大典》，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100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无所不录。这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由于战乱，前朝许多古籍失传，是陛下这一举措为华夏文明保留了火种。朕要让后世知道，朱棣不仅会杀人，更懂什么是传承。这大典便是朕给后世子孙留下的宝藏。你说朕当年耗尽国库修书，甚至被户部那帮老头子骂败家，如今看来，这钱花的值。只要文脉不断，华夏的魂就在。陛下，正因为有您这样的祖先，我们才敢说我们的文明从未断绝。陛下，除了北方的长城，您的目光还看向了哪里？海。历朝历代皆重入青海，甚至片甲不得下海。但朕以为，欲国家富强，
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在海上，威仪也在海上。明永乐3年，刘家港的万顷碧波之上，200余艘巨舰列阵江面。大明正式太监郑和奉永乐皇帝敕谕，率领着27000余名将士与舟师，以星辰为罗盘，以季风为信标，开启了跨越半个星球的航程。这是人类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陛下，这便是您主导的西洋船队，人类历史上的航海壮举。今有妖风秽语，犯我大明，其罪可诛，封职。不自量力，哼！开火！在那个时代，大明的舰队就是海上的无敌霸主，所到之处，秦海盗平内乱，万国臣服。这不是侵略，这是维和。那个时代，大明水师天下第一。那个时候，我们简直就是和平大使啊！这里是我大明的边境。您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以皇帝之尊5次深入大漠追击敌寇的帝王。您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大明战神，这才是真正的战神。朱棣真的太猛了！这是长城吗？这也是朕守过的城墙。如今他已经不再需要抵抗外敌，成了景点，人们还是会重走这条路，体验祖辈的艰险。对话时间即将结束。陛下，后辈该走了。大明交到你们手里，朕放心。这是朕让船匠仿制的宝船样式，随身带着。这时时提醒我，华夏的未来在那片蔚蓝的大海上。你带走它，告诉后人不要忘了，我们是那片海洋当之无愧的霸主。晚辈明白，这份海洋的梦想，我们从未忘记，并且正在实现。还有一句话，你要替朕带给后世每一个华夏儿女。陛下请讲。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大明的骨气，也是华夏的骨气。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根脊梁绝不能断。晚辈谨记，华夏后世必将永守此事。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好，好啊！朱棣做得够好了。600年前，我们曾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小小的模型承载的是一个大国对海洋的雄心。这份荣耀和遗憾都应该被铭记。各位，这就是朱棣，一个在争议中登场，却在辉煌中落幕的皇帝。他用一生证明了什么叫知我罪我，其为春秋。只要我们还记得这份骨气，华夏文明
就永远不会沉沦。丁，恭喜宿主完成第3期直播，评级 SS。华夏的硬骨头我们看过了，接下来该看看华夏的魂了。林涛，前3期我们对话的都是帝王枭雄、气势恢宏，这第4期你突然转头去对话一个文人，还是一个一生潦倒的诗人。台长，华夏之强，不仅强在帝王的剑，更强在文人的骨。帝王奠定了华夏的版图，而诗人铸就了华夏的灵魂。在那个大唐由盛转衰的至暗时刻，是他替天下的苍生哭出了声。好，铸就华夏灵魂，就按你说的办。我看谁敢说文人撑不起收视率。终于等到第4期了。我盲猜这次是位皇帝。各位观众，我是林涛。前几期我们见了金戈铁马，见了帝王大业。今天我要带大家去见一个人，他一生为封侯拜相，却被后世尊为圣。他手无缚鸡之力，却用一支笔扛起了大唐最沉重的脊梁。让我们一起走进公元761年的成都草堂。唐上元2年，半生饱经离乱的杜甫，稍得安闲，便被一场无情的秋风吹得荡然无存。这是他人生中最寒凉的时刻。男尊群童，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这就是课本里的场景吗？看着好心疼啊！这就是师圣的晚年吗？先生，谁？又是哪家的顽童来取笑老夫吗？晚辈林涛并非顽童，亦非盗贼。晚辈来自1200年后，特来拜见杜文豪。1200年后，疯了！老夫定是饿昏了头，竟生出此等幻觉。先生，风大，且回屋避避吧。你是人，还是鬼魅？是人，是读着先生的诗长大的人。后生，你既来自1000年后，这大唐还在吗？大唐已亡1000余年。亡了，终究是亡了。那安禄山的贼子呢？史思明呢？是不是他们夺了天下？是不是呼噜脚踏了我中原？非也，安史之乱被平定了，大唐气数虽尽，但并非亡于外族。中华正统从未断绝。正统未绝，好，好。上任，那百姓呢？后世的百姓可还要如老夫这般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可还要妻离子散，死于战乱。先生，这正是我要带您看的。你一生忧国忧民，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晚辈就带您看看您梦中的广厦。这是天宫吗？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不，先生，这是凡间。您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成都。杜甫爷爷，这都是真的。这就是您要的广厦千万间呐！如此高的楼阁，竟能耸入云霄，这得耗费多少民脂民膏，这得累死多少百姓啊！奢靡，太奢靡了！后世之君怎可如此铺张？这比骊山宫还要奢华万倍呀！先生误会了，这并非帝王的宫殿，这每一扇窗户后面住的都是普通百姓。你说什么？庶民住在这里？庶民能住得起如此高耸入云的楼阁，能点得起如此明亮的灯火？先生请看，这叫暖气。冬日里屋内温暖如春，这叫电灯，无烟无火，亮如白昼。他们吃的是精米，顿顿有肉。无动逆之患，无流离之苦。这真的是普通百姓？是，这就是最普通的华夏百姓。先生，您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做到了。做到了，做到了！好，好啊！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这就是圣人啊！无炉独破，受冻死一族。这就是杜甫。先生不必死，因为在后世，您比那些住在高楼里的人更受尊敬。尊敬？老夫一生潦倒，百无一用，做官救不了百姓，从军上不了战场，只能写几首酸诗发发牢骚，记记流水，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先生错了，您记下的不是流水，是历史，是华夏的良心。如何？您知道后世如何称呼您吗？诗圣。先生请看，当朝廷在粉饰太平时，是您写下了出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国家破碎时，是您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官军收复失地时，是您写下了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您的笔比刀剑更锋利，比史书更真实。初从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我的诗，这是我听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写的诗。在后世，只要是读书人，无人不识杜子美。您的诗已经融入了华夏民族的血液里。我们高兴时会读您的诗，悲伤时会读您的诗。当我们看到国家遭受苦难，想要挺身而出时，想到的还是您的诗。老夫没有白活，老夫这辈子吃的苦都有意义。有意义，正是因为您替苍生受了那些苦，才有了我们民族最坚韧的灵魂。后生，老夫还有一个遗憾。先生请讲。老夫想念太白兄了，不知他在那边过得可好。老夫一生视他为兄长，可惜乱世之中音讯全无。李白前辈，他也一直活在后世的心中。太白先生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但他也有他的苦闷。不过他选择了像剑客一样去面对。先生，您和太白先生一先一圣，正如这天上的日月交相辉映。太白兄果然还是那个太白兄，那老夫就放心了。若再相遇，老夫定要与他再痛饮300杯。其实不仅是李白，在后世有一个地方专门供奉着您和历代的文人墨客，那里香火不断，游人如织。人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拜神，是为了拜祭华夏的文脉，是为了告诉您，这盛世如您所愿。太平盛世啊！先生，晚辈该走了。这么快？老夫还有好多事没给你看，还有好多话想问。先生，您的诗我们都背下来了，您的话我们都记在心里了。后世把您的诗集都整理出来了，1400多首，一首都没少。当真？都在，都在。老夫的心血没丢，没丢就好。没丢就好。后生，老夫无以为报。这是老夫写球星8首时用的笔，虽不值钱，但陪了老夫许久。你拿去吧，替老夫多写写这盛世。晚辈定当珍藏。晚辈会告诉后世所有人，这支笔曾写下过华夏最深沉的爱。先生，别了。去吧，去吧，告诉后世的孩子们，老夫不苦了，看着你们，老夫心里甜。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读诗？因为诗里有我们的根，有我们的魂。杜甫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只要心中有家国，只要眼里有苍生，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同学们，今天的作业是给杜甫爷爷写一封信。杜甫爷爷，我现在住很高很高的楼里，不怕风也不怕雨。杜甫爷爷，我中午吃了红烧肉，很好吃，我想分给你一。破译了！一个诗人竟然比皇帝的关注度还高。台长，这说明咱们老百姓心里是有文化的，大家都有共鸣啊！好样的，小林！下一期，我看他还能给我什么惊喜。喂，小林啊，这期做得太好了，第5期你打算？各位观众，前几期我们对话了帝王，看了开创，看了盛世，看了骨气。但华夏的历史不仅仅由帝王书写，还有一种人，他们不仅是民族的脊梁，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意难平。今天我要带大家去见的并非皇帝，但在后世心中，他的地位不输帝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绍兴10年的诛仙阵，去见那位精忠报国的岳武穆。南宋绍兴10年，岳飞率岳家军北伐，连战连捷，兵临汴京，光复中原，指日可待。直捣黄龙，就在今朝！岳元帅，奸人的刺客，竟能无声无息入我中军大帐！晚辈林涛并非奸人，而是来自800多年后的华夏后生，特来拜见岳元帅。800年后，荒谬！如今两军交战，休想乱我军心！推出去，斩了！元帅若杀我，这12道金牌的结局，谁来替元帅鸣不平？什么12道金牌？就圣旨到，金牌诏书到。这是历史上最意难平的一刻。陛下有旨，令岳飞即刻班师回朝，不得延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如今诛仙阵大捷，金兵胆寒，正是一举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啊！这是金牌，违抗者视为谋反。谋反，谋反！我岳飞一生精忠报国，竟落得如此猜忌。元帅，这只是第1道，接下来还有11道。还有11道？陛下，就这么着急要我退兵？就这么怕我岳飞直捣黄龙？不仅仅是怕元帅直捣黄龙，更是怕元帅赢回2胜，怕元帅功高震主。住口！臣子之心，天日昭昭。某只知收复河山，救黎民于水火，从未有过半点私心。后世自然知道元帅没有私心，但元帅可知后世是如何评价您的？有人说元帅是愚忠，说元帅不懂政治，不知变通，甚至说元帅的死是咎由自取。愚忠！我大宋半壁江山沦丧，百姓被金人视作猪狗，我不听军命，便是造反，
便是内乱。一旦内乱，金人趁虚而入，这天下百姓还要死多少人？我岳飞受点委屈算什么？但这天下不能再乱了呀！元帅息怒，后世虽有杂音，但更多的人视元帅为民族之魂。元帅想不想看看，若您退兵，这大宋会变成什么样？会如何？元帅，你们走了，我们就是亲人的鱼肉了。元帅，带我们走吧，别丢下我们。父老乡亲们，岳飞对不住你们，10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元帅退兵之后，不仅没能保全自己，反而迎来了更大的悲剧。岳飞，你可知罪？某有何罪？莫须有。莫须有，好一个莫须有！我为大宋流尽了血，最后竟换来这3个字：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元帅，这就是大宋朝廷给您的结局。即便如此，元帅还要回去吗？回。为何？您明明知道回去就是死。若我不回，岳家军变成了叛军。我岳飞一生只求无愧于心，无愧于这精忠报国4字。我死，不过是一人之死；若我反，则是毁了这忠义之名，毁了大宋最后的气节。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若我岳飞贪生怕死，这天下才真的没救了。这便是后世尊您为武圣的原因。元帅，您的冤屈当时无人敢言，但后世800年为您平反了。元帅，可愿随我去看看后事？这里是杭州，也就是当年的临安。后世在这里为您修了庙宇，世代供奉。百姓还记得岳飞？不但记得，而且永世不忘。元帅请看，这是秦桧。正是，后世为您铸了这5个跪像，让他们跪在您面前，跪了800年，任由千万人唾骂。这就是后世给您的公道。公道，这便是公道。有后世如此知我，岳飞死而无憾。秦桧，你赢了一时，却输了万世，这才是真正的报应。岳爷爷，我们都记得您。林涛，那后世的河山呢？可曾收复？可曾还我河山？元帅，请看，这就是后世的华夏。我们要收复的不仅仅是燕云16州，无论是漠北还是西域，如今皆为华夏之土。好大一片基业，再无金人欺辱，再无金人
也再无任何外族敢随意欺辱。看到后事如此，某这颗心安了。林涛，拿酒来。元帅，敬您。痛快！某这一生虽有遗憾，但无悔。林涛，你说后世都知道我的词？那是自然，那是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背诵的篇章。元帅，可愿与后世人共诵此词？好，共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收拾旧山河，后世子孙，你们做到了。某可以安心回朝了。元帅，不必多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风波亭，某具得，此乃某一生行军心得，原本想留给云儿，但此去凶多吉少，你带回后世吧。若能用于保家卫国，便是他的造化。晚辈定不辱命，必将元帅之精神传遍华夏。去吧，告诉后世孩子们，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晚辈谨记。明知死路，却为了心中的道义义无反顾。这就是岳飞，这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脊梁。无论历经多少磨难，总有像岳元帅这样的人挺身而出，精忠报国。班师回朝。恭送岳元帅。岳元帅千古。今夜我们都是岳家军。小林，干得漂亮！帝王将相，文人风骨，民族英雄，一知几期的选择层层递进，拳拳到肉。观众的情绪已经被你带到了顶峰。下一期你打算怎么办？这之后还有谁能接住岳武穆这冲天的豪情与悲壮？台长，帝王将相他们创造历史，诗人才子他们歌颂历史，武烈元帅他们守护历史，但还有一种人，他们用血和泪，用一生的尊严为我们记录历史。没有他们，我们连对话的坐标都没有。你是说，下一期我想去见一位史官，去见那个为了完成一部书而忍受了世间最残酷刑罚的人，去见《史家之绝唱》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对话古今。我们对话过一统六国的始皇帝，领略过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武大帝，我们感受过天子守国门的永乐雄主，也为精忠报国的岳武穆而热泪盈眶。
但这一切，这些英雄与故事，为何能穿越千年，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有人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记下了这一切。今天，让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去拜见那位在屈辱中挺起华夏使魂脊梁的太史公司马迁。汉武帝天汉3年，太史令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龙颜，被处以宫刑。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肉体的残缺和精神的屈辱，让他数次想到了死。你是何人？是廷尉府派来结果我的吗？晚辈林涛，来自2000年后，非是官府之人，仅代表华夏后世拜见太史公。2000年后，荒谬！我如今已是残缺之人，天下笑柄，何谈太史公之称？后世我的名字恐怕只会与屈辱和苟活一同被记载吧。您说对了一半，在后世，您的名字确实与屈辱联系在一起，但更多人记住的是另一件事。何事？一部世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传世巨著。你说什么？您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最终完成了一部前无古人的史书《太史公书》，后世称之为《史记》。他成为了此后2000年所有史书的标杆与典范，被誉为24史之首。我做到了，我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您不仅做到了，您还做得超乎想象。但是，后世也有一种声音，他们不解，他们说士可杀不可辱。大丈夫既然受此其辱，为何不选择像屈原、伍子胥那般以死明志？他们认为，你选择了苟活，是为懦夫。懦夫？他们懂什么？我若死了，谁来完成这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谁来继承先父之志？太史公别生气，我们懂您。晚辈自然明白，但您想过没有？您如此珍视的大汉，他的未来会是怎样？您拼尽一切记录的盛世，又能持续多久？我舍弃尊严，背负骂名，所要记述的功业，终将化为尘土。我所效忠的朝代，也难逃覆灭的命运。那我所受之苦，我所做的一切，意义何在？只是不住也罢。太史公，您错了。您所著之史，并非只为大汉一朝，它的意义远超一个王朝的兴衰。您开创的纪传体，以帝王本纪为纲，世家列传为辅。自您之后，历朝历代的正史，无不以此为宗。从汉书到民史，整整24史，皆是您的回响。他们都视您为史学之宗师。您的书是他们修史的基石。您的名
是他们治学的灯塔，但您的影响远不止于史书的体力，更重要的是您为后世史官注入了风骨二字。史才须有3成，而史德为首。一位史官因如实记载皇帝过世而被拷打，但他宁死不改一字。太史公，虽死无憾。是您让史官不再是帝王的书记，而是历史的审判者。是您让秉笔直书这4个字成为了此后2000年无数史家哪怕生死族灭也要捍卫的最高准则。这份精神传承难道不是比一个王朝的功业更重要吗？你以为您记录的只是帝王将相成败兴衰吗？不，您记录的是华夏的魂。您是第一位为农民起义立传的史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声呐喊，因为您的记载，从此响彻千年，成为反抗暴政的战歌。无颜见江东驸马。您笔下的项羽，让后世懂得了何为英雄末路的悲壮。您笔下的屈原，让后世明白了何为宁为玉碎的风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您笔下的刺客，让后世看到了何为向死而生的决绝。这些人物，这些故事，这些精神，因为您的记载，才得以穿越千年，融入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脉。朝代会更迭，王朝会覆灭，但您记录下的这份魂，永世不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同学们，这句话就出自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信。他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有一种死轻于鸿毛，那就是为个人的荣辱而死；而有一种活却比泰山更重，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文明的传承而活。忍辱负重，只为文明传薪火，这才是华夏的脊梁。罪臣司马迁谢过后世，是你们让迁知晓，此身所受之辱非为苟活，而是为我华夏文明之传承，此辱重于泰山。太史公，您不是罪臣，您是功臣。千古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被理解了。后生，你可否代我给后世带一句话？晚辈恭听。请告诉他们，我华夏之史并非帝王家谱，而是我民族之风骨存正。读史可知兴替，更可知何为华夏儿女。莫忘了我们从何处而来。晚辈必将此言传遍华夏。太史公，晚辈该走了。且慢！我如今所著已有10之5六，此为初稿，错漏尚多，本欲待全书完成再行修正。
你跨越2000年而来，为我解惑，让千之心重燃。我无以为报，此物便赠予你吧。太史公不可，这是何等珍贵的国宝！于我而言，它只是过程，但于你的时代，它或许能成为一个见证，一个我与后世神交于此刻的见证。去吧，带着它，让后人看看他们的历史最初是如何一字一句从这冰冷的牢房中刻出来的。晚辈待华夏后世拜领太史公，不世之赏。对话古今第1季至此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唯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台长、江导，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共同唤醒了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的那份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台长，各位领导，第1季我们寻找的是华夏的脊梁，我们见了开创万世基业的始皇帝，见了打出民族风格的汉武帝，见了守国门死社稷的永乐帝，也见了为苍生错喊的诗圣，精忠报国的武圣，和忍辱负重以史为骨的太史公，他们共同铸就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骨架，让我们在任何灾难面前都打不倒、压不垮。那么第2季，我想去寻找华夏的灵魂。朕的大秦万世不衰，犯我强悍者，岁远必诛。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安得广厦千万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第1季，我们铭记了历史的重量。第1季，让我们一起品味文化的芬芳。华夏的故事永不落幕，对话古今，我们江湖再见。林涛，你快看，这不是文化现象，这是文化龙卷风。你这已经不是做节目了，你是在做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注解。第2季必须马上启动。台长，热度是暂时的，但根脉是永恒的。第2季，我想，我们应该去探寻我们文明伟大的开端。开端？好，这个思路好。我看了网友投票，呼声最高的是姜子牙、周公旦，或者干脆做一期诸子百家的辩论，那场面绝对能把第1季的记录再翻1倍。不，我想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但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未曾真正认识的那个人。我想去见他。孔子，这个是不是太正了？观众喜欢看始皇的霸气，喜欢崇祯的反差和悲情。孔子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就是个完美的圣人。挂在墙上的画像会不会有距离感？不好做戏剧冲突啊。所以我们不去见那个圣人，我们去见那个被围困、被驱赶、被嘲笑、被弟子质疑、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丘。我们去见他最狼狈、最孤独、最不像圣人的时刻，去问他当理想被现实彻底击碎，当信仰在饥饿面前摇摇欲坠时，他为何还能坚持下去。我想让所有人看到，圣人不是生而成圣，而是在千锤百炼的磨难中
依旧选择为道而生。好，说得好！不速神只见人，就让我们跟着你去见一见在泥泞中最真实的孔夫子。第2季第1期，就这么定了。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对话古今。对话古今第2季第1期。今天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一位老师，他的思想塑造了我们，定义了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我们。他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却一生颠沛流离；他被万民敬仰，却曾被当世之人讥讽为丧家之犬。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2500年前的春天，去见一见那位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7日，站在人生最黑暗谷底的孔夫子。春秋末年，孔子应楚国之邀前往，却遭陈蔡两国围困荒野，断粮7日，弟子病恶交加。现实的刀剑与饥饿，让最忠诚的门徒也开始怀疑起来。我们四处宣扬仁义大道，结果呢？在魏国被驱逐，在宋国被人追杀，如今被困在这荒郊野外，粮食吃完了，离耕不散，弟子们一个个都饿得站不起来了。我只想问一句，难道我们君子就活该这样走投无路吗？晚辈林涛，来自2500年后，并非兵匪，特来拜见孔夫子。2500年后，后世之人为何要来寻我这穷途末路之人？莫非是来看我师徒的笑话？不，晚辈是循着您的道而来。因为您的道，在晚辈的时代，已是日月惊天，江河行地。晚辈知道，子路师兄刚刚问您：“君子亦有穷乎？”您想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晚辈还知道，您心中郁结。稍后会拷问众弟子。我们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子路会说，或许是我们的人和智还不够，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您会说，他见识短浅，而子贡会说，老师，是不是您的道太过高远了，所以天下才容不下我们？不如我们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而您会在心中痛斥他，刺啊！一个好的农夫只管把地种好，管不了会不会有好收成；一个好的工匠只管把手艺做好，无法迎合所有人的喜好。君子也是一样，只管修正自己的道，并将其整理传承下去。怎么能为了让别人接纳就随意更改呢？现在你不修正你自己的道，反而想着降格而求，刺啊！你的志向也太不远大了。莫非你是我饥饿之下心中所生之魔障？我非魔障，夫子，我只是一个读懂了您，并为您不平的后人。你既来自后世，你且说与我听，后世是如何评价我孔丘与我这汲汲一生之道？后世有人说，您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古董，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复辟一套早已崩溃腐朽的周礼，是开历史的倒车。有人说，
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会用空洞的仁义道德去骗取君主赏识与弟子供养的时刻。有人引用郑国人之言，说您虽然长得像上古圣王，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虽然心有大志，却被各个国家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终一事无成，是个政治上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唉，丧家之犬，呵呵，砸了，说的倒也贴切。唉，我孔丘是欲行仁义于天下，反而累积诸弟子，是我之过也，是我之过也。但是他们全错了，那些只看到您身形颠沛的凡夫俗子，那些试图曲解您、诋毁您的宵小之辈，他们全错了。他们说您复辟周礼是开历史倒车，他们哪里知道您不是要复辟形式，您是在那礼崩乐坏的废墟之上，为我们这个民族重新捡拾秩序与道德的基石。他们说您四体不勤是无用的时刻，他们哪里知道您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是您给了万千平民子弟一个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是何等伟大的功业。他们说您政治失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您所求从来就不是一时一地之功，一官半职之位。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是在那洪水滔天的乱世里，为我们华夏文明建造了一座足以传承万世的方舟。您为华夏存续了文脉。他们笑您是丧家之犬，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短视与无知，犬才会忠于一家一姓，而您心中所系的是整个华夏天下。您不是没有家，您的家是这片土地，是万千黎民。您不是在寻找归宿，您本身就是后世2500年所有华夏读书人最根本的精神归宿。您不是失败者，您是万世师表。后世之人当真如此看我孔丘？夫子，我们不仅如此看您，您的理想我们替您实现了。您请看，有朋自远方来，点火起飞。夫子，您看，您有教无类的理想后世已经实现。从蒙童到国之栋梁，您的思想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也是他们事业的最高准则。您的《论语》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典籍之一。好啊！您看，您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并没有被遗忘，它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了我们在面对灾难时共志成城、守望相助的集体本能。这便是您追求的大同社会在后世最真实的投影。夫子，您的思想早已跨越了国界，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您所追求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正在以一种您未曾想象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世界。吾道不孤，尔等随我受苦，值得啊！我明白了，丘之一生不在于取悦当世之君，而在于教化后世之民。一时之穷，不足为惧；一世之名，亦不足为惜。后世既已如此，我心甚慰。然大道万千，终归其一。我恐后人学我之言，而忘我之心。此物非我旧作，乃我此刻心声。我道尽在于此，
你带着他，告诉后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终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为政者当行仁政，则国泰民安；为师者当传人道，则桃李芬芳；为仁者当存人心，则抚养无愧。华夏可无我孔丘，但不可一日无人。人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诗人则与禽兽合异。晚辈谨记，必将夫子之言于此人字传至后世，永世不忘。取琴来，有朋自远方来，当为之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晚辈告辞。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老师，我们继续赶路吧。我们的民族精神源头是什么？今天我们找到了答案，它就源于2500年前那位在荒野中忍饥挨饿，却依然相信道之所在，并为之弦歌不休的老师。他的思想早已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代代相传，刻骨铭心。请记住他，他叫孔丘，字仲尼，他是我们的老师。林涛啊，我们这档节目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塑当代年轻人的历史观和民族认同感。台长，观众的热情是因为他们的血液里本就流淌着先贤的基因，我们只是一个引子。既然人的根本已经找到，那么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神的实现方式。这个有深度。我想选李世民。唐太宗玄武门？我的天，涛啊，你这是要去碰一个马蜂窝呀！这是一个功过都大到无边的人物。风险才意味着探索的价值。我们不能只呈现完美的圣人，更要敢于直面英雄的原罪。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学习他，但没有一个敢完全复制他，因为他的路太险、太狠，也太辉煌。我想让所有观众都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否必须由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开创者，用最冷酷的手段来开启？我想去问一问那位被后世敬仰的天可汗，当他站在兄弟的尸体前，听着宫门外清兵的厮杀声，他的心中
究竟是帝王的冷酷，还是凡人的恐惧？好，我们不惧怕争议，我们只追求真实。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对话古今。我们对话过无数先贤，但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一位与众不同。他的功业光耀千古，他的罪孽也罄竹难书。他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兄长，默许部下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并将他们的子嗣无论老幼尽数屠戮。他的皇位是踏着血亲的尸骨一步步走上去的，但是也正是他开创了一个被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乃至平民百姓都深深向往的煌煌盛世。他虚心纳谏，任人唯贤，他开疆拓土，微服四夷，被各族君主共尊为天可汗。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今天我们回到一切的起点，回到那个大唐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一天——玄武门，去见一见那位站在命运十字口的秦王李世民。大唐开国9年，战功赫赫的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的阴影下，迎来了命运的决战。太子李建成的步步紧逼，父皇李渊的犹豫不决，将大唐推向了内乱的深渊。这一天，长安城的曙光尚未升起，而亲兄弟间的鲜血即将染红大明宫前最冰冷的石阶。你是何人？秦王殿下，我非您的敌人，我来自1300年后，特为见证贞观之治的开端而来。一派胡言！来人，拿下！殿下不必惊慌，宫门之外，太子和齐王的精锐虽然凶猛，但尉迟恭已经直捣黄龙，拿下太子了。您的亲兵也已经前往去保护您的父皇了。他此刻正在宫城北面的海池上泛舟，假装对一切充耳不闻。很快，混乱就平定了。大局已定，3日后，高祖会立您为太子，再过2月，您将登基为帝。您梦想中那个可以尽情施展抱负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究竟是人是鬼？你既知后事，那你告诉朕，不，告诉我，后人是如何评价我今日之举？后世史书，无论用多么华美的词藻来盛赞您的功业，都必须为今天的这一幕留下8个字：弑兄求父，逼宫篡位。有人说，您是历史上所有篡位者的教科书。您的行为为后世无数野心勃勃的皇子、权臣提供了一套范本。有人说，您虽然开创了盛世，但这盛世的根基是建立在血亲人的尸骨之上，是腐烂和罪恶的。更有人认为，在您晚年，太子与魏王完美复刻了您的争斗，最终导致太子谋反被废。他们说，这是您亲手种下的因，也亲口尝到了苦果。够了，住口！朕没有选择。但是，他们只看到了您手段的酷烈，却没有看到您的苦心。他们只看到了宫门之内的血，却没有看到您此举为天下苍生省去了多少
将要流淌的血与泪。他们说您开创了坏的先例，简直是妇人之仁，鼠目寸光。若无您今日之雷霆决断，任由建成元吉那样的庸才得逞，大唐这个刚刚从数百年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生王朝，必将再次因为内耗而分崩离析。届时天下烽烟再起，百姓重回乱世。您不是在为自己夺嫡，您是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保留下最后一丝元气，是在为天下止战。他们说这是您的污点，他们忘了，是建成元吉欲置您于死地。您不是在进攻，您是在自保，是在被逼到悬崖边缘的一次绝地反击。玄武门之流血，是为了让整个天下的土地不再因战乱而流血；一家之不仁，是为了成全万民之大仁。您今日背负的，不是个人的权欲，而是整个大唐未来100年的国运。您不是篡位者，您是这个时代唯一能够打破旧秩序、开创新纪元的破局者。后世当真有人能懂我？陛下，我们懂。我们不仅懂，我们还亲眼见证了您今日种下的因，在未来结出了何等光耀千古的果。您请看，陛下，您让华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万国来朝，您虚心纳谏，君臣共治，开创了一代政治清明之风。您被后世所有帝王奉为最高楷模。您看，北方的蛮夷被您彻底击败，您却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将其纳入华夏的版图。他们尊奉您为天可汗。您留下的开放、包容与自信，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1300年后，您的子孙依然在沿着您的道路拥抱整个世界。哦，一个贞观之治，好一个天可汗，好一个永不磨灭的大唐气象。朕这一生杀兄屠弟求父，能换来如此盛世，值了。朕明白了，天命不在于神佛，不在于血脉，而在于人心，在于天下苍生。朕今日所为，不求高为列祖列宗，只求无愧于天下苍生。你让朕看到了后世，也让朕坚定了己道。朕无以为报。你带着他告诉后人，评价一位君王，不要只看他登基时双手是否干净，而要看他治下百姓的碗里是否干净。告诉他们，权力不是用来享乐和复仇的，而是用来守护和承担的。若不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皇位便是天下最重的枷锁，最毒的诅咒。晚辈谨记，必将陛下此言传之后世。恭送陛下。一位伟大的君主，他不必，也不可能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李世民的功与他的过，都如同日月一般光耀千古，也灼伤人心。玄武门的血是他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但贞观的荣光却是他给予整个民族最宝贵的遗产。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童话，它充满了复杂的选择，沉重的代价，和在泥泞中开出花朵的神性的伟大。而我们作为后人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崇拜或批判，而是从这复杂的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小江，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把地上的故事都讲得差不多了？台长，江导，帝王将相决定的是我们民族的疆域，圣贤名士塑造的是我们民族的品格，他们共同铸就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辉煌。但一个伟大的文明不能只有回忆，我们还应该有梦想。梦想？你的意思是，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工匠？他不是帝王，没有为我们开疆拓土；他不是圣贤，没有为我们立德立言。在正史中，他甚至连一个确切的名字都没有。他的一生，只为了一个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荒诞不堪的梦想。我想去见明朝的万户。万户？涛啊，我的总导演，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们节目的基调是真实，是厚重，是风骨。万户他很可能只是个传说呀，一个把自己绑在火箭上炸死了的疯子。我们去对话一个笑话，这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都给毁了的。江导，您说的都对，他可能是个传说，他的行为在当时看来也确实是荒诞不经。但您不觉得吗？在一个所有人都在低头看地，为了1亩3分地，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家长里短而蝇营狗苟的时代，有那么一个人，他愿意抬起头看向那片漆黑冰冷却又无比璀璨的星空，并且用尽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去问出那个最天真也最伟大的问题：我能不能上去看看？这件事本身难道不比任何帝王将相的权谋更具风骨吗？我想去告诉他，他用生命叩问的那个问题，500年后，我们用一个又一个响彻宇宙的名字回答了。去吧。如果说前几期我们是在为华夏寻根，那么这一期就让我们跟着你为华夏问天。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对话古今。我们对话过先贤帝王，但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一位，只是历史车轮下一粒尘埃。或许很多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他却是一种华夏精神的代表。今天我要对话万户。明朝宪宗年间，官员陶成道史称万户。当大地的引力既然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神职，他却将目光投向了浩瀚的星河。他坐在绑满47枚自制火箭的木椅上，这是人类文明第一次对引力的抗争。老爷，使不得啊！您这是要让陶家绝后啊！快了，等我上去了，就能称一称这天到底有多重，量一量这月到底有多远。老爷，你是何人？来看我笑话吗？陶成道先生，我叫林涛，来自500年后。我不是来看你的笑话，我是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知道你想称一称天有多重，量一量月有多远。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天没有重量，因为它没有尽头。月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大概有76万里。你这47支火箭就算燃烧的再充分，也无法将您送出1里之外。再过片刻，您会点燃引线，然后伴随着一声巨响，您会在一片火光与浓烟中化为灰烬。您不会成功。不可能，我计算过的，我用了最好的火药，最轻的竹子。您的故事被后人传颂，只不过他们记住的是一个笑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您的故事是说书人嘴里那个不自量力把自己炸上西天的万宝户，是父母口中那个因为痴心妄想而粉身碎骨的陶疯子。您的名字成了愚蠢和狂妄的代表词，您倾尽一生变卖家产，忍受所有人的嘲笑，换来的不是尊敬，不是理解，而是一个流传了数百年的万古笑柄。笑柄原来我陶成道倾尽一生，不过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但是陶先生，他们错了，所有嘲笑您、误解您、诋毁您的人都错了。他们只看到了您身体的坠落，却没有看到您精神的飞升。他们只看到了您方法的荒诞，却没有看到您梦想的伟大。他们说您是疯子，他们哪里知道，在那个所有人都在低头看地，为了1亩3分地，为了功名利禄而蝇营狗苟的时代，只有您一个人愿意倾尽所有，抬起头看向那片漆黑冰冷却又无比璀璨的星空。他们说您是笑柄，他们哪里知道，您今日这荒唐的一飞是何等伟大的提问。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这片沉默了亿万年的天地，向那个深邃无垠的宇宙，提出了那个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问题：人到底能不能摆脱这片土地的束缚，飞向更高的天空？您不是疯子，您是先驱，您不是笑柄，您是图腾。您今日点燃的不是47支简陋的火箭，而是500年后一个伟大民族探索宇宙的第一束火苗。您不是失败者，您是所有仰望星空者的始祖。始祖？我不是疯子。后世当真如此懂我？我们不仅懂您，我们还用500年的时间回答了您提出的那个伟大的问题。您请看。万护公，您看，您当年的47支奇火已经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航空火箭。我们用最坚固的钢铁和最精密的智慧建造了这通天的云梯。我们这艘承载着亿万华夏子孙梦想的飞船，取名神舟，神州大地的飞船。您看，我们不仅上去了，我们还在天上建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广寒宫，我们称之为天宫。您的后人已经可以在星辰之间自由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已经成为了天外之人。您看，我们替您登上了您最想去的地方。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公认，您就是人类航天事业的开山鼻祖。您不是一个国家的荣耀，您是全人类的荣耀。您的名字已经与星辰同在，永垂不朽。值了，值了！我陶成道，就算今日粉身碎骨、尸骨无存，也值了。我明白了，飞天不在于身，而在于心。我今日之飞，不是为了到达，而是为了出发。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钱财早已散尽，功名我也不屑，唯有此物是我一生的痴望，也是我一生的梦想。它充满了错误、幼稚、不堪，但是你带着它告诉后人，告诉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喜欢仰望星空的孩子们，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嘲笑，每一次的坠落都是为了下一次飞得更高。告诉他们，我们华夏民族的征途永远是星辰大海。晚辈谨记，必将您的精神与星辰大海这4个字传至后世，永不坠落。好了，我的知己，我的送行者，时辰已到，我要去完成这第1场献给星辰的祭礼了。
致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旧愿意在夜里抬起头看一看星星的人。我们都是万户的后人，因为他用生命为我们定义了什么叫做华夏式的浪漫，那就是把我们的神话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因为总要有人去仰望星空。台长，现在网友们创作的二创视频播放量都破亿了，都在问我们下一期对话谁，热度空前啊！江导，台长，下一期的人选我想好了。谁？咱们必须趁热打铁，做就做最强的，把收视率再推上一个高峰。不，这次我想去见一个失败者，我想去见明朝的最后一名皇帝朱由检。崇祯，亡国之君啊！林涛，这个选择是不是太冒险了？这太压抑了。江导，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宗旨扬古今文化，振为外邪风，不仅仅是赞颂成功者，更是要去发掘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风骨，为那些被误解、被低估的守卫者证明。第一季见始皇，我们看到了华夏的开端。这一期，我想让观众看看一个伟大的文明在面对终结时是何等的悲壮与刚烈。我想带后世的光去温暖一位在黑暗中孤独守卫了17年国家的君王。好，就按你的想法来。你说的对，不光是要赞颂强盛，更是要传承风骨，不破不立。对话古今，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回到对话古今。今天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个王朝的终结。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歌颂胜利者，而对失败者往往只留下一句冰冷的亡国之君。他17年宵一干时，勤政节俭，却最终国破家亡，眉山自缢，以身殉国。他就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守望者，崇祯皇帝朱由检。李闯的乱兵这么快就搜到这里了吗？也好，连个来为朕收尸的都没有，却来了个催命的鬼。动手吧。晚辈林涛来自380年后，并非鬼魅，亦非乱兵，特来拜见大明皇帝陛下。380年后，是来看朕这个亡国之君如何身死国灭，为后人取乐的。不，晚辈是来记录您最后的遗言，更是来见证一位君王最后的风骨。您在自己贴身的白衣上写下了血书。朕自登基17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博得匪功，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山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甚贼分裂朕师，误伤百姓一人。你究竟是何方妖孽？我并非妖孽，陛下，我只是懂您的后人。你既来自后世，你告诉朕，后世史书是如何评价朕的？后世说，您虽有勤政之名，却无勤政之实。每日上朝，不过是重复空洞的流程，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后世说，您识人不明，刚愎自用。登基之初，确实雷厉风行，铲除魏忠贤，但此后却在党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后世说，您急躁多疑，刻薄寡恩。17年间，您换了17个刑部尚书，50个内阁大学士，无数将帅死于您的猜忌之下。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无人敢言。后世说，您听信谗言，自毁长城，驱杀袁崇焕，让无数关外将士心寒，最终导致防线崩溃。更有甚者，说大明之亡始于万历，
亡于天启，但是彻底断送在您的手中。您就是史书上板上钉钉的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亡国之君，说得好，说得好啊！朕就是个亡国之君。但是那些只会在故纸堆里吹毛求疵的所谓史家，他们不懂。晚辈懂，后世无数真正读懂了您17年血泪的人，都懂。懂朕。您17岁登基，从您哥哥天启皇帝手中接过的是怎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内有流寇四起，外有后金虎视，朝堂之上党争不断，国库中空虚如水，连年天灾，赤地千里，百姓易子而食。这17年来，您宵衣干食，住在旧宫，穿着几道褪色的龙袍，您的膳食甚至不如寻常富户。您为了筹集军饷，放下九五之尊的颜面，去求那满朝文武捐款，换来的却是他们的哭穷、欺瞒与最终的背叛。他们说您刚愎自用，可您面对的是一个烂透了的官僚集团。他们说您驱杀袁崇焕，可他们忘了，是袁崇焕自己说了5年平辽的大话，是他在您3令5申之下依旧斩了毛文龙，是他在京师被围时惴惴不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有得选吗？您不是想当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您是不得不当，因为您的身后空无一人。您是一位想用一己之力去补天的君王，只可惜天早就被您的前任，被那满朝的蛀虫给蛀塌了。陛下，您不是亡国之君，您是大明朝最后一位以死殉国、以身守节的守夜人。守夜人，守夜人，守夜人。你既是从后世而来，是否说明我汉室未亡，华夏还在？陛下，华夏依然在。您请看。陛下，您看，后世足以应对任何天灾。您在位时经历的饥荒，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在后世的华夏已经一去不复返。您看，您曾用生命守护的疆土，后世子孙把它守得固若金汤。九边犹在，但再无外敌能踏入我华夏腹地半步。您看，您在遗言中拼死相护的百姓，他们都过得很好，山河犹在，国泰民安。好，好啊，好啊！百姓无恙，朕心愿足矣，朕死而无憾。大明亡了，亡在朕的手，这是天命，亦是国运，朕无力回天。但华夏未亡，好一个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朕没有传国玉玺可以托付，没有天子百剑可以相赠。朕登基17年，回首望去，竟无一成功业。唯有这件记录了朕之罪己与最后嘱托的血液，你带着它告诉后人：一个王朝的覆灭不足为惧，历史兴替本是常事，但华夏的脊梁不可弯折。告诉他们，无论何时都当以民为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晚辈谨记，必将此言传至后世。恭送陛下。
历史不该只有成王败寇的冰冷法则。崇祯皇帝的悲剧，不在于他个人做了多少对错的决定，而在他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倾尽了17年的心血，却依旧无法挽回一个时代的倾颓。他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但他用自己的死，守住了君王的最后气节，守住了一个民族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铮铮铁骨。让我们记住这位华夏的末代君王，最后的守夜人。林涛，我们的服务器昨晚瘫痪了3次，技术部主任的电话差点被我打爆，你让我太意外了。荣台，这确实是空前的成功，但这也意味着风险。观众的胃口被吊起来了，我建议我们应该求稳。这次我想对话一位不一样的人。我想对话的是蜀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林涛，我承认你很有想法，但这能有始皇帝那种君临天下、一扫六合的气魄和爽点吗？观众会买账吗？始皇帝的伟大在于他用雷霆手段为华夏铸就了坚不可摧的根，而有些人的伟大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各位领导，如果说对话始皇帝是让我们看到华夏的根有多硬，那么对话诸葛武侯就是让我们触摸华夏的魂有多韧。始皇帝的成功是顺应了大势，是天下归一的历史必然，而诸葛亮的失败则是逆流而上，是为了一个承诺，一份知遇之恩，燃尽自己的悲壮史诗。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华夏淬炼了百折不挠的魂。我想告诉后人，有一种风骨比成功本身更动人。请相信我，这一期或许不会让观众热血沸腾，但一定会让他们热泪盈眶。它会比始皇帝那期更具穿透人心的力量。好，就信你这股劲儿，就赌你这份不一样，台里给你全方位支持。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再次来到对话古今。今天我将带大家去见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践行者。他是一个智者的化身，被后世无数人奉为神明，但他更是一个孤独的逆行者，用一生去兑现一句承诺。他的名字叫诸葛亮。公元234年，关中荒原的夜空繁星点点，中军帐内7星灯的火苗在明暗间喘息，一如那风雨飘摇的蜀汉国运。54岁的诸葛亮再次提笔，确决笔端重于千钧，从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到托孤白帝的沉重嘱托，他将一生都活成了一张拉满的弓。现在弦极断，箭已尽，他却依然试图在寂静的黑夜里为那个日薄西山的大汉皇朝燃尽最后一点光明。七星灯一上来就这么高能吗？你快看，主灯都快灭了！天哪，这氛围光看着就想哭。姜维吗？张晚风大，我不是说过军务已毕，不必进来了。足下是何人？为何到此帐中？晚辈林涛，来自1800年后，特来拜见武乡侯。1800年后，是两大仙将至心神恍惚出现的幻觉吗？
爸，不管是真是幻，若你真来自后世，两只有一问：我死之后，司马懿可曾中我一计？我军可曾安然返回汉中？丞相，您的锦囊妙计确使司马懿在渭水之畔不敢追击。惊呼死诸葛走声重大，大军主力在姜维将军的带领下，安然撤回了汉中。如此便好，俩便可告慰，随我出征的袍龙。那汉室可复了吗？未曾。丞相皇后40年，蜀汉王后司马氏篡位，建国为晋，一统天下。40年，终究是回天乏术。先帝良有负托孤之重。丞相，后世对您亦有诸多评说，众说纷纭。但说无妨。两一生行事，俯仰无愧于天地，忠义无愧于先帝。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断。后世有人说，您穷兵黩武，六出祁山，耗尽了蜀汉本就薄弱的国力。说您长于治理，拙于用兵，谨小慎微，不懂奇谋。更有人说，若非您的固执，让蜀汉休养生息，或可偏安一隅，国祚更长，是您的北伐，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是啊，天下皆知汉室是魏，曹魏占天时，孙吴占地利，我大汉仅占人和，以1州之地抗衡9州之众，无异于以卵击石。可谁又知汉中与关中国力相差10倍，不主动进攻，难道等司马懿厉兵秣马，国力日盛再来攻我吗？到那时才是真正的毫无还手之力。先帝与白帝城托孤，泣血之言犹在耳边。天下汉民翘首以盼，望王师北定中原。若量安坐成都，锦衣玉食，不思北伐，与坐以待毙何异？攻尚有一线生机，守则必死无疑。量所争者，非一时之胜负，乃大汉400年之国祚，乃先帝3顾茅庐之遗志。晚辈方才所言，皆是后世的偏见，是那些只看成败，不问风苦之人的妄言。在真正的后世人心中，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8个字重于泰山。哦，您在南中七擒孟获，以德服人，而非以利。废除苛政，推广农耕，使南人不复返，为北伐奠定了稳固的后方。此为治戎为常。您治蜀定律法，正官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使国无游民，仓廪充实，百姓归心，此为利民之干。您的诸葛连弩可时使俱发，您的木牛流马解决了崎岖蜀道的粮运难题。您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发明家。您所著《出师表》，情真意切，字字泣血。千载之下，凡读之不哭者，皆被后人视为不忠不义之人。后人之所以尊您敬您，甚至神化您，不是因为您战无不胜，算无一策，而是因为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那个天下所有精英都默认汉作已尽的时代，只有您还在逆天而行，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丝希望，燃尽了自己最后一滴心血。您不是神，您只是一个用一生践行承诺的凡人，但这恰恰是您最伟大的地方。1000年之后，竟仍有人懂量之心。人生得意之际足矣，量得1000年后之知己，足为平生。来，
错。你既来自后世，亮还想知道，在亮之后，我华夏可还有如亮一般以臣子之身国谋国事、力挽狂澜之人？丞相这是要与晚辈论一论后世的能臣栋梁。正是，亮想知道这股忠贞之魂可曾断绝？丞相之后400年，有大唐宰相姚崇为开元盛世打下坚实基础，但他为人刚正，不结党营私，因此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傍满天下，堪称开城良相。又有明朝首辅张居正为大明续命进一甲子，但他手段酷烈，独断专行，死后甚至被抄家清算，可称旧时之相。还有一位清末名臣左宗棠，他年过60，已是风烛残年，却抬棺出征，力排海防众议，收复了被外夷侵占的100万里疆土。新疆，他曾言：“犯我土地，尺寸不可让人。”好一个尺寸不可让人！亮毕生所求，不过是克服中原，还于旧部。此功竟能于风烛残年，为国开疆拓土，扬我华夏国威。其志其功，远在亮之上。此人当为民族英雄。听闻后事如此多豪杰，亮心甚慰。亮还有最后一问：华夏可曾一统？丞相，华夏不仅一统，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与繁荣。您所治理的蜀地，如今也是真正的天府之国，百姓安居乐业，处处是盛世景象。您当年北伐数万大军被阻隔的险峻栈道，如今已被无数高铁高速公路贯通，天堑已变通途。您未尽的克服中原之志早已实现，今日之华夏疆域辽阔，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好啊，如此亮死而无憾，先帝亮可以瞑目了。丞相，还不止于此，您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再只是您一人的写照，而是我华夏无数民族脊梁的座右铭，从古至今皆是如此。林涛，谢谢你，让亮在弥留之际得见千年盛世，得知后继有人。亮尚有数言欲禀明陛下，可否为亮言默？晚辈遵命。亮一生谨慎，从未托付过身外之物。此羽扇乃先师水镜先生司马徽所赠，伴我出山，伴我一生。今日便赠予你这位千年之后的知己吧。持此扇如见亮，望你能让后世子孙记住我华夏，不仅有开疆拓土的王霸之业，亦有百折不挠的忠贞之魂。晚辈谨记丞相之托，必不负今日之言。有的人功在开疆拓土，我们称之为英雄；有的人功在塑造风骨，我们尊之为圣贤。诸葛亮的一生或许有遗憾，但他为后世留下的是比成功二字更宝贵的精神遗产。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文明，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它将永远照亮我华夏后世
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砥砺前行的道路。